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2月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英伟达股价在11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36.78，收盘价是138.2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39.35。最低价是在136.0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4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62 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在盘中是继续上涨，然后一直是在高位震荡，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收盘价不仅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那这将预示着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但是不足之处就是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也就是日后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那如果是出现回档呢，目标就是前低132。但是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在这个地方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那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在142到143之间。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 138.5 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33附近，在这个位置。而实际在11月29日收盘价是在 138.25， 股价是出现了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呢，同时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股价现在出现了反弹，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153这个位置。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有2个关键位置，一个是142，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那它也在20日均线值附近。还有一个位置就是147，是1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这2个位置将是股价继续反弹的强压力，同时它们也是重要标志，也就是突破它们，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153。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10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32。虽然这根蜻蜓线已经出现了新低，但是呢，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位置，所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它。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实际上现在唯一的一个支撑就是这根11月2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36附近。好，那么如果132被跌破呢，
我们会看到将会确认空头趋势，因为现在上方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回档之后啊，如果日后股价不能够再出现新高，而出现反转向下，再跌破132，那么将会建立空头趋势。那建立空头趋势之后，接下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129，然后第3个目标是115。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2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在138附近，对，或者在137这个位置，然后呢，到了在11月29日，股价呢，我们会看到高开盘之后啊，股价即在高位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对，那么到了12月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这根绿 K 的中线。好，我们来调整一下，在138附近，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如果不跌破138，那我们认为，我们指的是在盘中，如果在13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补量上攻的 K 线。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在12月2日啊，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或者一个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依次来看看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月 K 线图。在2024年11月当月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那这是一根倒垂线，然后我们会看到当月的成交量是量缩，出现这样的倒垂线啊，说明股价涨到高位的时候啊，是有卖压的。但是呢，在当月我们会看到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月或者之前的交易月一直是在量缩，或者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所以我们说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如果不能够出现补量上攻的话，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因为这根 K 线它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其实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月啊，都是出现了直涨的信号 K 线，也就是都含有长长的上影线，然后成交量相对于之前都是量缩。所以说通常价涨量缩啊，如果没有一个补量上攻的 K 线，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那股价一旦回档的目标，现在就是要跌破月 K 线图的5均值。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月 K 线图的预测。我们预测在11月当月，如果股价收高，会收在139附近。对，如果是收在低位呢，会收在110附近。那么月中我们关注的位置是127，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127上方运行，收盘价会在138附近。那我们会看到实际呢，在当月这根 K 线啊，碰巧就是收在了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好，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如果股价出现上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48这个位置。对，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好，
那如果是收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再次出现新高的。对，好，我们把它弄得精准一些。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2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对，那月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35，135啊，其实就是这根倒垂线实体的下沿，我们取整数，取135，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如果股价能够在135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收在高位。那么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跌破5均值的。好，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也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25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那么这根 K 线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吊人线。吊人线如果是在高位它是一根反转向下的 K 线，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量缩，那么如果是一根增量的吊人线呢，通常从 K 线信息来说，我们会判断后续股价会有继续下行，但是这根吊人线的这个成交量呢是大幅的量缩，同时它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我们再来看前一个交易周，它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那从这两根 K 线我们会看到，股价上涨到高位是有卖压的，因此这根绿 K 是抱有大的这个成交量的，在这儿的。对，在当周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然后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出现下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虽然成交量不足，但是呢，也是有买盘进入的，也就是下方是有支撑的。那从这两根 K 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股价其实向上和向下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了，或者标志就非常明确了。如果能够站上153前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132，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进入到一个更深度的回档。那如果既不向上突破，也不向下跌破呢？那153和132这个区间，也就是这两根 K 线它们的最高和最低，将会成为近一段时间股价的横盘的一个区域。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周 K 线图、周 K 线的解读。那现在呢，我们如果从单一 K 线来说，收盘价跌破了5均值，那通常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回档的走势的。好，这是我们对单一 K 线的解读。那我们再来看，我们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那我们之前说的是在11月25日。当周股价如果收在高位，会收在150.5附近；如果收在低位，会收在129.5附近。那周中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这根直涨信号 K 线实体的下沿，我们关注的是139.5。好，那么在11月25日当周收盘价碰巧是在我们观察位下方附近。对。好，那么到了12月2日当周，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股价出现上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依然我们会把它放在150附近。我们调整一下这根 K 线，
这个水平线。对，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135附近。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142，142就是这根吊人线它的最高。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其实也就是股价重新回到5均值的上方，那么股价将会有上行的走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股价是在142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甚至是继续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多头仓位，是在11月27日这根蜻蜓线，也就是止跌的信号 K 线这个位置是5%进场抢反弹。那么抢反弹，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在140附近。那其实在11月29日盘中啊，股价是基本接近了140这个地方，也就是如果在盘中呢对，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这个仓位是获利出场了。但是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那这个仓位是要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那么到了11月29日收盘价在138.25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收盘价虽然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但是成交量没有跟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到了12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仍然是132这个位置。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就是上方的142，也就是它要守20日均线值。它目前的目标是132和下方的129。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2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39.35，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140.5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142到143，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四个压力位是147，是这个位置。第五个压力位是153。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36.5到137.5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是132，第三个支撑是129。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2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37.5，上方最高会到达142，在这个位置，收盘价会收在141附近。出现这样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37.5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40，在这个位置。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3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37附近。
出现这样的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4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英伟达股价在2024年12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